重生回到新婚夜，女孩将错就错嫁给了上一世的小叔叔。男人掀开盖头，见到是嫂嫂，脸上没有丝毫诧异之色，倒是女孩脸上装出的慌乱有些滑稽。见他不说话，甚至还用一种看仇人的目光看着自己。莲花心下了然，唐默也重生了。你也回来了？莲花起身嗤笑一声，两人上辈子是叔嫂关系，还是撕破脸的那种，这辈子却成了夫妻。老天爷真是开了好大一个玩笑。按理说你哥早应该发现新娘子变了，为何没有找过来？哼，老头子认为连家对唐家有利，人家可不这么认为。你一个盐商之女，怎么比得上四品大员府上的姑娘？机会送到有眼前，还不得赶紧将生米煮成熟饭？明日问起就说吃多了酒，昏昏沉沉的，没看清楚人。理由都替他想好，你人还怪不错的。话说你现在跑过去抢，说不定还来得及，保不齐还差那最后一步。唐默冷哼一声，你拼命维护的丈夫，此刻正在和另外一个女子翻云覆雨，你心里就不难受？不准备去闹，人家怎么说也让你当了多年的威远侯夫人，特无情。莲花走到梳妆台前，见铜镜中的自己年轻貌美，一点也没有常年操劳心力交瘁后的刻薄之态，不由唇角轻勾。你的心肝宝贝此刻正在另外一个男人身下交银承欢，你和绿王八差不多，你怎好意思说我？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，就说你不堪受辱，撞柱而死。不堪受辱？怎的？你也吃醉了酒，昏昏沉沉，合着方才这个理由是为你自己想的？小山重叠金明面，碧云玉度香腮雪，波光流转含情目，欲酥胸又细柳腰。唐默有一瞬间的愣神，竟是第一次发现此人生的竟像是个祸国的妖姬。想杀我的心不是今日才有的吧？可叫你如愿了。你别说，凑近了看你竟比唐荣还好看了3分。这么好看，陶依然当年居然没缠着你日日不得出门，反倒让你总是一副欲求不满之态，见谁都横眉冷对，果然是品行高洁。唐默松开了手，脸上满是趣味。说的不错，凑近了看你竟颇有姿色，明明生的一副妖精之相，以前却整日打扮的像个死了男人的尼姑。我那好大哥克己复礼，想来在床上也是。你我半斤8两，谁比谁高贵？莲花起身走向床榻，刚坐下，唐默就急了。你可别告诉我你要睡在床上，你也不想想你的身份。对了，我早早的就被你气死了，想来我那个面上万事不争抢，实则什么都想要的大哥应该怨恨上你了吧？我没了还怎么凸显他的贤良？有没有骂你是个心狠手辣的婆娘？你说你何苦来哉？今儿不想和你吵，我好久的都没睡一个踏实觉。你福气好死的早，没有赶上侯府被抄家，那日子太难了。你记住一点，不是我气死的你，是你好不容易从我这里捞走了京郊的庄子，还没高兴半炷香就被你那菩萨心肠的好夫人送到你大哥手上。你喝了闷酒没看清路，掉了荷花池，你把水喝多了，没过2日就咽了气。你死得早，记不得也没关系，我以后都会提醒你，无需言谢。听说到了后头侯府还被抄了，唐默眉头轻蹙。我死得那么早，家里就没往我棺材里放些值钱的物件，你后来穷困潦倒，就没想着去把我挖出来。莲花睁开了眼睛，满眼的懊恼。你说我怎么就没想着这事？当初你母亲可没少给拿好东西陪葬，哎，悔之晚矣。莲花是真累着了，没一会就进入了梦乡。次日一早，天还没大亮，门外就传来叩门声，两人背对背躺着无动于衷。瞧见叩门声一直不停，莲花不满地踹了唐默一脚，想个理由混过去。滚！年轻人精力旺，也不晓得悠着点儿。他还想敲门，侯夫人王氏身旁的嬷嬷来了，一脸焦急地说了几句。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？与此同时，前院正堂，唐荣跪在几位长辈跟前。昨日儿子喝多了，昏昏沉沉的没认出来人，稀里糊涂的圆了房。此事对不住二弟，但既已发生，儿子当担起责任来，总要为怡然负责。威远侯唐刚面色铁青，什么喝多了酒完全就是鬼话。王氏一副慈母做派，先是红着眼圈说了几句自责的话，随后起身跪下。老太太、老样，发生这样的事也不能怪大公子，只怪我安排不周。但事已至此，总要考虑3家颜面，眼下只能将错就错。稍后我便带着厚礼登门，请陶家和连家都认下此事，3家口风一致，就算外头闲话几句也会很快就过了。先去看看二小子那里是什么情况。新娘子入错了洞房，此事如风般在侯府传开。等王氏婆媳到了秋实院，唐默和莲花已经起来，还穿上了昨日的喜服，无需商量，两人就晓得接下来应该怎么做。好孩子，你受委屈了。昨晚我发现错了后，便去找大哥，哪晓得他动作倒是快，明明前脚和我在院门口分别，我后脚找过去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歇下了。这是迫不及待要将生米煮成熟饭，已经醉到人都认不清，还能洞房，他可真是有本事。有唐默输出，莲花只用垂眸流泪就行。此事大哥必须要给我个交代。好孩子，祖母知道你们是委屈了，但这事他已经发生，就是再不愿也只能认下。那是你大哥，就算做错了什么也自有你祖母和父亲说他，有你叫嚷的份儿。莲花是个好姑娘，
能娶到她是你的福气，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。你说他做什么？这是二小子已经受了委屈，你这个当娘不安慰就算了，还凶他。老太太吼完王氏后，又放软了声音，朝莲花道：“好孩子，祖母知道你受了天大的委屈，你且放心，祖母不会让你这委屈白受。府中已经去请你父亲母亲过来商议，定会给你交代。多谢祖母。好孩子不哭了，好好收拾收拾，咱可是漂亮的新媳妇。祖母那里有套头面，上面的鸽血红难得一见，极为衬你，稍后给你送来，今儿就戴那个可好？一切都听祖母安排。”见他如此顾全大局，老太太很是满意。我这里也有副镯子，应是和母亲的头面相称。有祖母和母亲在，我心头踏实多了。多谢祖母，多谢母亲。两人前脚离开，后脚东西就送了过来。见到那套流光溢彩的头面，唐默啧啧两声。我记得这头面以前也落到了你的头上，结果你没用，守不住。当时府中被抄，什么都带不走，这东西最终也不知道进了谁的口袋。没理会唐默追问的眼神，莲花让丫鬟春阳为她梳妆。姑娘要穿哪一身衣裳？我新婚，自然是要穿的喜庆些。她从小就喜欢好看的衣裳，可上一世为了迎合唐荣的喜好，整日穿的跟尼姑一样。将我箱子里那些寡淡素净的衣裳都挑出来，送给你了。你怎么处理都好，但不许出现在我眼前。呵呵，老婆子在府中就说了，二少夫人生的貌美，大好的年岁，何苦要穿的那般素净寡淡？老爷以前也常说，他辛苦操劳奔波，就是为了让家里人过好日子，穿最华贵的锦缎，戴最亮眼的首饰。莲花红了眼圈，可不是吗？他爹辛苦赚银子，难道就是为了让他费尽心机去给唐荣铺路的？以前是我想左了，行了，这亲事都这样了，不能再改。以后我就是侯府的二少夫人，你们去见过二公子。唐默挑眉，这女人是想赖上他。这女人最会算计，看到什么东西都想占为己有，与我倒是为合拍，凑合凑合也不是不行，总比那个最擅长吃里扒外的陶依然强。第一次在庆后府见到你，我便想这般光彩夺目的公子该是怎样的女子才能配得上。得知你和莲姑娘定了亲，我心里是羡慕她的，怎么都没想最后阴差阳错之下，你我成了夫妻。荣郎，我是不是很不矜持？唐荣是侯府嫡长子，还是袭爵的第一人，比起唐默自然更得陶依然的欢喜。能娶到怡儿也是我始料未及，盖头掀开的那一刻，心中无比的欢喜。我自来不喜争抢，却在那一刻想要争一次。我从未想过自己会如此的不顾一切，哪怕是对不住莲姑娘和莫蒂。两人好一番你侬我侬，直到听到外头窃窃私语的声音才分开。原来是秋实院的下人来炫耀赏银，莲花给他们发了足足1年的赏钱。反观唐荣这边仅仅发了1月，春华院的人气得要死，只能暗恨自家2位主子抠搜小气。不多时，陶家和连家的人都来了。对比于连家忧心忡忡，陶家人倒是有些窃喜，他们本就更倾心于长子唐荣。这天杀的，左儿菩萨和连家的祖宗们都没睁眼吗？一大早收了我的香火，怎的还能办这样的事？都是我不好，是我连累了爹娘。莲花想起上一世爹娘是因为上京寻他才出了意外，眼泪就止不住的掉。不怕了，爹娘来了，爹娘来带你回去，咱们回淮江去。这京城再不来了。一旁的唐默没吭声，只是看着莲花哭得厉害，不由好奇的很。这女人上辈子凶残的不得了，连母亲都在她手里讨不得好，什么事能让她哭成这样？难不成上一世唐荣抛妻弃子了？咱们一会儿就走。娘，这事就这样吧。我要是就这么离开，势必会开罪侯爷。侯爷心胸可不宽阔，稍微使些手段，爹都受不了。何况他瞥了一眼唐默，所有人都知道我上了唐家的花轿，进了唐家的门，还和唐默整夜共处一室，流言蜚语，总得要为妹妹们考虑。连家可不止他们一房，二房还有2个姑娘，也到了议亲的年纪。周家要因为这事就悔婚，那还不如不娶。姐，你不用考虑我。说话的是连横，莲花的弟弟，从小就敬重他这个姐姐。你又胡说，我不考虑你，你还不得飞上天？那现在是怎么样？还能当我姐夫不？众人的目光都落在了唐默身上。我之前虽对莲姑娘知道不多，但阴差阳错之下也算命定的缘分，只盼着以后夫妻携手，举案齐眉。哦，你真的愿意？我是心仪唐荣，但他昨晚装醉和陶依然洞房，可见他并不喜欢我，我又何必剃头挑子一头热？从小到大，你做什么娘都是支持你的。既然如此，咱们换个姑爷也没什么大不了。那娘不能让你吃亏。姑爷，你随我去一趟前院见你父亲母亲，此事不能就这么算了。眼看岳母要给自己撑腰，唐默自是1万个愿意。前院里，王氏已经再一次赔礼道歉。唐刚这个一家之主倒是把问题推得干干净净，连宽淡淡的看着他们表演，可不准备咽下这口气。他是盐商，只要他愿意，这京中多的是权贵想要拉拢他。等连夫人过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他身上。小花如何了？如何？出了这样的事，除了哭瞎眼睛还能如何？前脚欢欢喜喜的出嫁，后脚就出了这样的事。那个傻孩子就那么傻乎乎在不属于他的新房哭了一晚上，眼睛肿得核桃一般，脂粉都遮盖不住。
也不晓得差人送个消息回来。送消息回来又能怎么样？他的新郎官那个时候已经在和自己的弟妹红浪翻滚，他要是真的将此事嚷嚷出去，唐荣和陶家的那个女的还有脸活下去？陶夫人坐不住了，这关系到她闺女的颜面。此事已经解释清楚，就是吃醉了酒，稀里糊涂的谁认识谁。你还真是有本事，醉的人都认不清人，还惦记着洞房，还能成功洞房，当真是天赋异禀。之前不是标榜自己成亲之前通房都没有一个，看来暗地里乱七八糟的小册子没少看，也算得上个中老手。新娘子也不是凡人，听闻你们可是京中各大宴会上的常客，熟人熟事哪那么容易认错？难不成昨日他一个人在新房无聊自斟自酌，先一步将自己灌醉，然后由着你为所欲为？唐荣，我们两家的亲事是你祖父定下，这些您唐家半句没提，我们也当是玩笑话。毕竟门第差距，但你们既然又来提了亲，就该对我女儿负责。你若是不喜，说一声就是。我连家的姑娘也不是嫁不出去，既然是按规矩求娶，你又为何要让她颜面扫地？都说你是君子，什么克己复礼，什么君子如菊，你做的事也是君子所为。母子俩人联手，唐荣白了脸，百口莫辩。陶家人见状，只能跟着往陶荣身上扣屎盆子，不然陶依然就会落下一个水性杨花的名声。同是新娘子，我的依然昨日同样是欢欢喜喜上的花轿，谁知道还能发生这样的事？那丫头从小就被我们惯着，不经事，发现人错了之后脑子里一片空白。但她一个弱女子又怎么能比得过一个吃醉酒的男人？若是嚷嚷出去，三家都会成为京城的笑柄。方才我去看他，还说恨不得死了，可他能死？敢死吗？女子本就艰难，身不由己，他若死了，就会陷唐荣于不复之地。这才打碎牙齿，生生咽下了此事。这可是女子的一生啊！她已经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我绝对不会允许你们污蔑她。陶家一甩锅，所有的错都到了唐荣身上。唐刚虽然恨不得打死他，但毕竟是自己的儿子。咱们三家多年来一直交好，发生这样的事谁也不愿意看到，但是已发生总要解决。人进了我唐家的门，就是我唐家的媳妇，改变不得。唐荣，你跪下！一切都因我而起，无论什么责罚都是应当，只希望此事不要牵连到怡然，她是无辜的，惩罚自不会少。此事莲花受到的委屈最大，应该给予补偿，就将你母亲留下来的嫁妆拨出来30%送到秋实院，你意下如何？辛苦母亲张罗此事。哼，一点陈年嫁妆就抹平此事，真是天真。今日我们登门就是要来带小花离开，此事只要对外说清楚，外面的人也能理解。虽说再嫁不算容易，也总比往后在唐家后院蹉跎一生的强。唐家人如何肯答应？王氏又是好一通好话相劝，也无需再劝。我们之前说的是许嫁唐家世子，如今出了这样的事，也断没有换成二公子的道理，又不是什么物件，何况对二公子也不公，未免以后生怨怼，还是各自嫁娶的好。我连宽就是拼尽家财，也会为我小花再寻一门如意亲事。唐刚脸色难看，连家是唐家的钱袋子，他是断不可能放莲花离开，而陶家愿意与唐家结亲，其中也有着连家的原因。连兄还请稍安勿躁，发生这样的事，本官也很愤慨。可是以至此，我们都要看得长远，不是？家族兴衰儿孙前程都是顶顶重要的事。此事的确是世子错了，但我们两家的姑娘已经吃了亏，再要闹到外头，不是损失更大？亲家公，咱们两家也是多年的交情，这些年一直相互扶持，万事都可以坐下来慢慢谈。此事发生后，我是恨不得打死了这小子，但总不能真将人打死了，不是？哼，道理你们都说了，说到底还是要强摁我点头。唐荣是侯府嫡长子，早早就请封赏了世子，以后就是下一任威远侯。陶家只需要这次捏着鼻子应下，后面就是无穷无尽的好处。连家又得到了什么？默不作声的唐默此刻看起来无比凄凉，心里却觉极为舒坦。这个便宜老丈人是要准备为他争取好处了。此事一错在我安排不周，二错在世子太过高兴，忘了自己的酒量，不如就让世子当着小花姐二小子的面致歉，交还两家信物，再由我将府中钟馗交到小花手中。不知亲家公意下如何？连夫人并不想这么答应，但她也晓得钟馗之权对女子的重要，都是为了儿女，道理你们都说了，就按侯夫人的意思办吧。唐刚闻言刚松口气，连宽又开口了。从始至终你们怎么就没问二公子是怎么想的？被亲大哥抢了媳妇，致歉就完了。众人的目光这才落在了唐默身上，唐默故作委屈的低下头。我都听父亲的。唐刚也觉得有些对不住他，可思来想去也觉得没什么好补偿给他的。去年侯爷生辰，皇上赐下一处京郊的庄子，有60亩，都是好地，不如就给了老二吧。唐荣重重的松了口气，虽然过程艰难了些，但结果到底是如了他的意。从院中挑了一些值钱物件送到了莲花面前。虽是阴差阳错，但此事终究是我对不住你，还请你宽心些。二弟人品贵重，德行上佳，并不弱于我。你若好好和他过日子，以后也会顺遂。世子是在威胁我吗？
我要不和他好好过日子，就想给你添堵，你要如何？夫荣妻贵，二弟妹聪慧，自会想明白。莲花的目光将他从头打量到脚，他心里有恨，必须现场收点利息。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。你私心作祟，抢夺地妻，和陶依然一拍即合，做下苟且之事，想要凭一句阴差阳错就掩盖你们的龌龊行径。细细想来，我合理怀疑这是从头到尾都是你筹谋安排。绝无此事，还请二少夫人慎言。世子光明磊落，绝不会做出这样的事，这其中必有误会。说话的是蔡姑姑，唐荣生母的贴身大丫鬟，后来成为了唐荣最忠诚的狗。眼前这位是侯爷的姨娘，可我听说侯爷的2位姨娘都是极柔美之人，没说还有这么宽的。二少夫人，奴婢是世子身边的人，并非侯爷的妾，还请二少夫人莫要认错了。娘，唐荣果真是个骗子，居然有这么大的通房，这个通房好凶，我不要留在这里了，我要回家。侯夫人，魏府实在是太乱，之前说的不作数，我们这就带了小花走。王氏连忙拦住，主子说话有你这个奴才插嘴了份儿，此事世子已有错，侯爷亲口让世子前来赔礼，小花受了这天大的委屈还不能抱怨2句，还是说你平日里放肆的不够，现在连侯爷的话也不放在眼里。唐默笑看这一幕，合伙搞他大哥这种感觉实在是太过美妙。大哥，此事发生到现在，我一句也没说什么，我不想去追究缘由，怕最后伤了我们的兄弟情分，但你也不要欺人太甚。莲花刚到侯府不认识人也是正常，你回头看看你这乳母，绫罗绸缎，穿金戴银，莲花将她当成父亲的妾有什么问题？父亲的妾都没他打扮的招摇，他平日里就在府中称王称霸，吆五喝六，你明明晓得他粗鄙无知，还将他带来，是不服父亲的决定，想要通过他的嘴来笑我的面子？是奴婢冲撞了二少夫人，奴婢该罚。世子成婚是大喜事，奴婢心中高兴，这2日才打扮的喜庆了些，并非忘记了自己的身份。莲花一脸震惊，后退了2步。娘，侯府的规矩实在吓人，我们回去吧。这侯府主不主，奴不奴，我们连家着实沾染不起。莲夫人，这侯夫人你也莫要再劝，当着我的面这恶奴都这般张狂，那我离开不知道要如何对待我的小花。眼看气氛烘托到位，莲花递给弟弟一个眼神，连横立马转身找上了父亲，将事情一通添油加醋。有意思的很，当主子的来赔礼还带着威胁，那个奴才更是张狂，一双吊梢眼毒的要杀人。连宽听后愤然起身，就连唐刚也是满脸怒色。混账东西，让你来道歉，你带着这个老货做什么？来人，将这以下犯上的奴才拖下去，杖打30。蔡姑姑怕了，惊恐地看向唐荣，可唐荣并未求情，反倒是梨花开口了。侯爷，此事也是我最先没认出他来，见他打扮华贵，便误以为他是侯爷的妾室，的确是我不对在先，他生气也正常，这般惩罚他上了年岁，只怕是受不住的。现在也算我和隔壁的陶世子夫人新婚，便饶了他吧。唐默不由得在心中竖起大拇指，这一招以退为进，不但让唐刚对莲花印象加分，说不定还能再捞点好处。算你这奴才命大福气好，遇到心善的二少夫人，还不屑他饶你一命。奴婢混账，多谢二少夫人宽容大量。你起来吧，我认错了你的身份，你也别往心里去。蔡姑姑踉跄起身，退到了唐荣身后。让弟妹受惊是我的不是，多谢弟妹宽容，往后弟妹但凡有差遣，我必义不容辞，还请弟妹莫要继续介怀。还请世子也无需介怀，二公子容貌俊朗，身姿挺拔，虽无经世之才，也能算作品性端正之人，嫁给他我并不觉得委屈。你媳妇是个不错的，以后定敬重她，爱她。儿子会的。唐刚觉得这混账东西好像是变了一点，成了亲就该要稳重些了，过几日你就去北衙军报道吧。唐默一脸狂喜，北衙军是大多勋贵人家子弟历练的地方，历练出来后往上爬就会容易许多。多谢父亲，儿子定不负所望。一场闹剧总算是结束了。事后王氏拉住莲花，说要将钟馗之权交到他的手上，可莲花长了半辈子的钟馗，晓得这里头谁有多深。母亲疼惜，我自是感激，但我现在怎么能长钟馗这么大的事，且心里头还乱糟糟的，只能辛苦母亲继续操持。王氏原本就不想放弃钟馗之权，自然乐得答应。母亲知道你心头乱，如今家中情况你多少也知晓了一些。唐默这小子平日里虽然混了点，但也算得上忠厚，你多品一品他，说不得就能发现他的好。钟馗之事母亲暂时先替你管着，等你什么时候想学了就来和母亲学着。接着王氏又提起唐荣母亲3成陪嫁的事，莲花对那些陪嫁更是清楚，一介武侯而已，能有多厚的家底？母亲，我既阴差阳错嫁给了唐默，以后便会安心和唐默过日子。大哥母亲的陪嫁原本就不是我该得的，我万万不敢要，还请母亲一同妥善处理吧。见他如此识大体顾大局，王氏满心满眼都是欢喜，不枉自己搭上了侯府名声这么谋算了一番，一切尘埃落定。莲花母女说起了闺房话。你说我当时怎么就没回过味来？这唐家办的是什么事？拿唐荣生母的嫁妆补偿给你，就没这么办事的？估计是侯府账上也不宽裕吧。幸亏你聪慧没接手，
娘现在可真是后怕，那个菜婆子一看就是霸道惯了的，你婆母都压不住她。你要是嫁给唐荣以后，不得还受他的气，方才你就不应该劝，打死了他才好。我饶了他，侯府的人自会觉得我宽容，有时候吃小亏也能占大便宜。你那个便宜女婿现在指不定在隔壁偷着乐。娘算是看明白了，你婆母其实不喜欢隔壁的人，我今儿都看她偷笑几次了，她是偏向你的。如今他儿子因你又得了差事，以后就会对你更好，有婆母帮衬偏心，你以后的日子就不会太难过。我那便宜女婿也有心眼子，以后你们相互扶持，日子怎么可能会过不好？老说你看上的是他，你父亲必定先一步为你极力争取。当年侯府老爷子和连家定亲，也没说定下的一定就是唐荣，结果闹出来这么一出。说起此事，陶夫人就痛心。你那故去婆母的陪嫁原本应该交到你手上，现在还生生被分走30%，外加一个庄子，这些就算了，但那钟馗之权交出去，想要再拿回来，谈何容易？就算是嫡亲的婆母都不行，何况还是继室。方才唐默又得了差事，你晓不晓得那差事原本是留给唐荣的？陶夫人越想越气，要不是已经圆房，她也想带着姑娘回去。陶依然满腹委屈。世子说此事他会处理好，世子说他心悦我。陶夫人冷哼一声，若是心悦，为何不早点来提亲？又为何要答应于连家的亲事？看来这个世子并不如外界传言的高洁雅然。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半贴心半委屈，抓住唐荣的心，但要留一个心眼，别他说是什么就是什么。秋实院中，连夫人替女儿长了长院内的下人，见都不算奸猾之人，才放了心。许多事也离不开你爹，现在是顾全大局留下了你，要是有一天不想在这里过了，就和娘来消息，咱们连家人一块儿来接你。莲花感动的点头应下，随后叮嘱母亲和周家的亲事万不可变，毕竟前世连家被牵连，周家可是鼎力相助的。听闻周家太太病了一场后便不如以前，我听说太医院有一种养气丸效果不错，明日我就拜托婆母帮我去买一些，娘给带回去。那老太太是个不错的人，周家几代人都重情重义，这门亲事你爹可是满意无比。重要的是你弟欢喜，没瞧着他花蝴蝶一般在人周姑娘跟前大献殷勤，你瞧着吧，明后日就得上街去选礼物。下午送走了连家和陶家的人，王氏便和唐刚一同见了老夫人。这就是最好的结果。接下来京中少不得要议论几声，只要我们3家口风一致也无妨。府中下人要敲打一番，别碎碎。王氏点头应下，然后说起莲花部长钟馗的事，说嫁给了老二就会和老二好好过日子，不是他的东西他不要。是个识大体的。按理世子成亲后理应自己保管他母亲的嫁妆，在他亲事定下来之后，我就再着手此事。只是他眼带为难之色，唐刚一脸审视地问道：“你挪用了？”侯爷看过就知道了。世子喜爱胡墨，偏爱锦州宣纸，用挥毫笔，最爱蜀州折扇。上个月还花了500两买了一把来自琼州象牙折扇。这些东西有一部分姐姐的陪嫁里有，但绝大部分都是额外才买。高洁雅然的公子也要吃喝拉撒，用的差了还能叫如玉公子吗？那是用金山银山堆砌出来的。唐刚越看越是心惊，他竟不晓得唐荣的日子奢靡至此。你是怎么做人母亲的？这些东西就非要用，不能规劝。王氏心头一冷，面上却一脸自责。侯爷，这京中少不了捧高踩低的人，庆侯府、昌侯府等府上的世子都是这般做派。若是我们威远侯府世子弱了势，别人该怎么看我们？说着就红了眼圈，嗓音都带了哭腔。后母难为，我是尽心尽力的照顾世子，世子用这些东西我何曾说过什么？从来都只有压着墨儿少花费一些，到头来还落了埋怨。剩下的那些陪嫁我已经全数清点出来，就是侯爷答应给二媳妇的补偿我也没留下，稍后一并交给侯爷，侯爷自己和世子说吧。唐刚正想答应，老夫人却先冷哼一声：前脚当着连家人的面说补偿，人家客气一句你就顺势一毛不拔，此事若传出去，你如何在朝中立足？此事侯府也有错，人家不要那些陪嫁是心头有顾忌，就从你们夫妻的私房送2000两银子过去，你们也别舍不得。那连家的态度你们也看到了，不是吃素的。秋实院里，莲花悠哉悠哉地喝着茶。你倒是大方，3成的陪嫁说不要就不要了。换新娘子这事虽然不光彩，但丢的是侯府的人，对你那个好大哥影响不大。等这事被外人问起，3言2语的就会被定义为一桩风流韵事，到时候人家一杯苦酒入喉，苦笑着自嘲2句，然后说对不起我，因此还将他母亲的3成陪嫁给了我。你说我在那些人口中会成什么人？再说了，剩下那点陪嫁还有多少你不知道？说罢还不忘讥讽唐默：你那父亲办事真有意思，他最后死的那么窝囊，真是一点都不冤。哦，说来听听，让我高兴高兴。他老子是个偏心的货，从来只有唐荣不要的才会轮到他，而唐荣也总喜欢炫耀一番，然后送给他，换得一个谦让有礼的名声。不说，
晦气。那你说他死得惨不惨？不惨，儿孙守在床边，满足离世。那可是你亲爹，你盼他死的表情能不能收敛一些？学学你大哥，行动上嘘寒问暖，实际上一文不拔，活脱脱的好蛋儿。我可告诉你，你爹根本就不是多喜欢你的好大哥，仅是因为你的好大哥能让他面上有光。你要能让他长脸，你自然就是他的宝贝疙瘩。你今儿就表现不错，那北衙军的差事不就落你头上了吗？你说的当真？我有骗你的必要？你发誓，就说你要是骗我，现在的场景就是你做的梦，醒来你还是七老八十，被唐荣气到吐血，还要被唐荣狠狠羞辱。呸！爱信不信。陪嫁不想要，管家权也不要，以前的你可是削尖了脑袋想要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慷慨的？当然是吃亏过后。你去问你母亲，这家当的容不容易？全家除了老太太和你，没一个富贵的。胡说，我哪里富贵？你猜你死后陶依然如何处理了你像耗子般存下来的家财？唐默感觉有些不妙，至少有一半落到了我手里，当然最终用到了你那好大哥身上，剩下的一半也有一部分被你好大哥用了。唐默脸色铁青，心都在滴血，人死了钱还在，钱还被死对头花了，真是恨不得现在就掐死你。说这话的时候，恰好春阳进来送茶水，瞧着自家姑娘一副眼眸带泪的样子，顿时气愤不已。姑爷，你太过分了啊！